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今天咱们看一下定频空调 MCU 工作所需要的条件。首先呢，它是通过220伏输入，通过低压变压器这端输入的220伏，从次级输出大概11伏左右的交流电，经整流桥整流以后，输出一个12伏，经这个电容滤波供给继电器等电路。然后通过这个7805输出一个5伏供给 MCU。 另外呢，它还需要复位电路，这里的复位呢，它是采用了这个422这个复位芯片，配合外边的电阻和电容来完成的。还有晶振，它是一个三角的晶振。另外呢，它还有一个过零检测电路，是通过这个三极管以及前边的整流桥这个位置的电阻输入的信号，通过这个三极管放大以后供给 MCU 的。好，下面我们看看它的连接方式。它的输入电压就很简单了，这端就是12伏输入，经7805的三角输出加到了我们这个芯片的供电引脚，在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就是复位芯片。复位芯片的一个引脚接5伏供电，中间是接地角，就是它的二角，它的三角就是复位引脚。复位引脚上边有一个上拉的10K 电阻，这端有一个高频抗干扰电容，然后就直接接到我们芯片的复位引脚。它的晶振也很简单，是个三角晶振，中间引脚接地，两端分别接我们 MCU 的震荡引脚。好，下面我们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它的波形。当 MCU 不工作的时候，首先我们可以用万用表来测量它的供电，因为它是7805输出的5伏，这样就比较容易检测。我们看，用示波器也是可以量出来的。如果这个引脚没有5伏电压，那么很显然是低压供电不正常。如果低压供电正常了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用示波器来测量这个晶振，这两个引脚是否有震荡信号。我们看这个晶振，它的震荡频率是4兆赫的，这个频率呢要与我们晶振上标称的频率一样，如果不一样的话，那么很显然是晶振损坏。我们看它是标准的4兆赫正弦波。为什么我们这个示波器测量出来的波形它有一定的幅度呢？是因为我们用的是直流测量的。我们看是标准的4兆赫，这样它就能够正常工作了。另外呢，我们还可以测量一下过零检测电路送来的过零检测信号，它的频率呢一般是50赫兹或者是100赫兹。我们看这个是50赫兹的，如果这个信号没有呢， MCU 是能够工作的，但是呢整个电路是不能够正常工作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图，这端就是经交流低压变压器输出的交流11伏左右的电压，经整流桥整流电容滤波输出12伏以上的电压，经7805降压以后输出的5伏电压，这个就是它的电源。下边这个就是它的晶振，晶振呢是一个三角的晶振，一角和三角就接的 MCU， 另外这端还并联了一个电阻，它的二角是接地，这就是它的三角晶振。这端这个呢是它的复位芯片，复位芯片看起来比较复杂，它也是3个引脚，它的一角是供电，二角是接地，三角是输出。很显然它是开漏式输出，所以它有一个 10K 的上拉电阻。当上电瞬间的时候，由于我们这个5伏是慢慢升高的，所以这个位置是低于5伏一定的电压值的。但是呢，这有一个稳压管，当这个电压低于，比如说低于 4.8 伏的时候，这个稳压管是不会击穿的，所以这个位置为0伏。那么比较器的正向输入端高于反向输入端，所以后级输出高电位。三极管由于积极高于发射极，所以积极向发射极有小的电流，极电极向发射极有大的电流，这个输出端就为0伏，所以它是低电位复位。当
这个位置的电压高于 4.8 伏时，稳压管击穿，那么这个位置为 4.8 伏，那么很显然这个位置要低于 4.8 伏，所以反向输入端高于正向输入端，这个位置为低电位，三极管截止，复位结束，输出端电压值接近于5伏。另外呢，它除了复位以外呢，它还起到一个电压监测的作用。当我们这个供电低于 4.8 伏以下的时候，那么很显然这个稳压管是不会击穿的，那么这个位置正向输入端高于反向输入端，这个三极管呢就会导通，使复位引脚始终为低电位，所以使整个芯片就不会工作，保护了整机电路不会损坏。所以当我们的5伏偏低的时候，空调也是不能够正常工作的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